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Darren， 一个在加拿大多伦多的 ETF 投资爱好者。这期节目我接着上一期的话题，继续聊投资特斯拉。上一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只追踪特斯拉的 Covered Call ETF YTSL， 我自己就是通过这个 ETF 投资特斯拉的。上期节目播出后，很多朋友对这个 ETF 感兴趣，问了很多相关问题。这期我就挑选出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进行一一解答。这里就是我挑选出来的6个问题，对某一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用下面的时间轴直接跳到相关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股息这么高，是不是只是一个噱头？甚至有朋友质疑是不是一个 scam。 第二个问题还是关于高股息，它稳不稳定？是确保每个月都可以拿到吗？第三个问题，股息既然这么高，算不算是高风险投资？第四个问题，这么高的股息放在非注册账户会不会交很多税？第五个问题，这个股票只在加拿大市场流通，美国有没有类似产品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通过 YTSL 投资特斯拉和直接投资特斯拉股票相比，有什么好处和风险？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，20%以上的高股息是不是一个 scam？ 我直接回答不是，因为只要你了解这个 ETF 的原理，你就知道它可以获得20%的高股息是完全符合常理的。这里再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之前节目说过的 Covered Call ETF 3大要素，那就是 Underlying Investment、Coverage Ratio 以及 Moneyness。 对于 YTSL， 它的 Underlying 是特斯拉股票，也是美股市场上波动性最大的股票之一。我们知道波动性越大的股票，它的 Call Option 的交易量就越大，而对于特斯拉这样话题十足的公司，它的 Call Option 交易量更是有绝对的保障。 YTSL 使用了 25% 的杠杆，然后在最多 50% 的 Portfolio 上写 Out of the Money Call Option， 也就是说被 Covered 的这部分 50% 还有一定的增长潜力，而剩下没有被 Covered 的至少 75% 的 Portfolio 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自由增长。这些元素加在一起， 20% 是 30% 的超高股息是非常正常的，而且过去1年半的股息历史也可以证明这种高股息是可持续的。这也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，超高股息是否稳定，是否是按月发放？这些信息可以在它的官网上查到，也可以在雅虎财经上查到。 YTSL 是在2022年12月14号上市，当月23号派发第一次股息 0.3067 刀，一直到最近的2024年4月份，经历了17个月，没有一个月错过股息。尽管随着特斯拉股价的波动，股息会有升有降，但一直保持在每股 0.3 刀以上， Yield 也一直保持在 20% 上下。实际上现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几个 Covered Call ETF， 他们都是每个月按时发放股息，比 YTSL 历史长的还有很多，也没有听说过哪一支 ETF 会某个月没有股息派放。对这个有担心的朋友，希望可以帮助你打消疑虑。第三个问题， YTSL 的风险如何？评价一个 Covered Call ETF，它的风险主要取决于它的 underlying， 所以如果你觉得特斯拉是高风险投资，那么 YTSL 就是高风险投资。如果你觉得长期来看特斯拉前景非常稳定，那么 YTSL 就是低风险投资。在 YTSL 的官网上，它的风险评级是 medium to high， 这里的风险其实主要考虑的是股价的波动性。特斯拉的股价波动大，所以风险评级高，实际上和大家通常理解的风险还不太一样。我们一般投资者最关心的风险是，你投资某个股票或者 ETF 会不会被套牢或者赔光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觉得 YTSL 的风险最多也只是 medium。 我上期节目也说过，投资 YTSL 就算股价一直不涨，你持有 20% 左右的 yield， 光靠拿股息5年也可以回本了，剩下的都是赚的。第四个问题，如果在非注册账户里持有 YTSL 获得的高额股息是否需要交很多税？ YTSL 的股息非常 tax efficient， 我们看一下它官网上对税收分布的解释。在已有的2022和2023两年的税收记录中，超过 99% 的税收属于 capital gains， 剩下不到 1% 属于 return of capital。 对于 capital gains， 我们只需要对其中的 50% 交税，而 return of capital 不需要交税。由于我生活在加拿大，我投资的绝大部分 ETF 都是在加拿大市场流通的， YTSL 也不例外。有很多美国和国内的朋友留言问我，这个股票在其他市场有没有？答案是没有。但是在美股市场
有一个 ETF 产品和 YTSL 非常相似，那就是来自 Yield Max ETF TSLY。官网上显示，它的最新 yield 达到了52%，听起来更像 scam 了，是不是？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TSLY， 给大家解释它的 yield 如何做到这么高。我这里给大家截了一小段它官网上的介绍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视频仔细阅读。我用自己的语言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。首先 ，TSLY 不直接持有特斯拉股票，而是通过持有合成期权的方式，模拟特斯拉股价的上升或者下降。同时通过出售 covered call option 赚取 premium 收入。他们使用的是 out of the money， 通常情况下使用的 strike price 是在现有股价的最多 15% 之上，也就是稍微保留一点增长空间，但是会在整个 portfolio 覆盖 call option coverage ratio 是 100%。由于 TSLY 几乎完全放弃了增长空间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价从最开始2022年年底的 40.88 刀一路下滑，来到了最新的 15.8 刀。而这段时间，特斯拉股价其实是有一段爆发期的，但在 TSLY 的价格曲线上几乎没有体现出来。而 YTSL 的价格曲线就非常贴近特斯拉本身的曲线走向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23年的爆发，以及2024年开始的下滑，而不像 TSLY 那样是一路下滑的曲线。到底是该选择美股市场流通的 TSLY 还是加拿大的 YTSL？ 我的个人选择是 YTSL。因为我投资特斯拉这样的公司，主要看重的还是它的股价增长空间。我只是想在等待它股价飙升的时候，可以尽量高的拿一些股息。YTSL 拥有 20% 的 yield 和 75% 的增长空间，就非常符合我的这个需求。而 TSLY 几乎完全放弃了增长空间，虽然换取了超高的 yield， 但至少对于我来说，和我投资特斯拉的初衷不太一致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个人感觉也是我这期视频最核心的问题，就是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，是应该直接持有特斯拉股票，还是通过 YTSL 来投资特斯拉？对比他们最近一年的收益表现， YTSL 总体收益是 10%， 特斯拉是 12%。 但是如果你持有 YTSL， 你在这一年的时间内会获得12次高额股息，而且你知道持有的时间越长，获得的股息越多，最多3到5年，这笔投资就可以单靠股息回本，你可以耐心等待特斯拉股价的飙升。如果你持有的是特斯拉股票，你的投资收益虽然上涨了 12%， 但你要决定什么时候出售，出售后你就放弃了今后特斯拉所有的再增长空间。而不出售的话，你的这笔投资就一直没有实际收益。如果你对特斯拉非常有信心，并且也有足够耐心去等它兑现潜力，你可以直接投资特斯拉，去追求最高的收益。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保守投资者，想获得稳定投资回报，也不介意放弃一些潜在长期收益的话，那么 YTSL 就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。以上就是我对这6个问题给出的个人意见，希望我的回答可以让大家满意。如果还有哪里没有说清楚，或者还有什么其他问题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今后的内容。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